欧阳雅好笑的道：“怎么担心战远哥哥不回去？你们吃不到好吃的饭菜了？家里厨师好几个，其他人做的饭菜，你们吃不下去吗？”欧阳俊说道：“我们不是为了吃好吃的，其他人做的饭菜我们也能吃下去，但是战远哥哥做的更好吃，而且战远哥哥会陪着我们玩。战远哥哥带着我们出去玩，不管玩什么，大姐都不会说我们，所以我们喜欢和战远哥哥一起玩。他给战远面子，这两个小家伙居然就抱上了战远的粗大腿，觉得只要有战远在，天塌下来，战远都能帮他们撑住。放心吧，你们的战远哥哥还会跟着大姐回家的，他又没有辞职，而是请假。”欧阳俊放下心来，他关心地问：“大姐，战远哥哥为什么要请假？大姐还陪着战远哥哥回去，是要嫁给战远哥哥当老婆了吗？大姐，我们舍不得你的，你不要去战远哥哥家里生活好不好？”欧阳俊听说女人嫁给别人做老婆后就要住到别人家里去的，他舍不得大姐。虽然他们很喜欢战远哥哥，那是建立在大姐还是他们的大姐还是和他们住一起的基础上。一旦大姐要去战远哥哥家里生活了，他就不喜欢战远哥哥了，因为战远哥哥抢走他们的大姐。你们不是很喜欢战远哥哥吗？欧阳雅故意逗着弟弟，怎么又不喜欢大姐去你战远哥哥家里生活了？欧阳俊严肃地道：“我们是很喜欢战远哥哥，但更喜欢大姐，只要战远哥哥不跟我们抢大姐，我们就会一直喜欢战远哥哥。战远哥哥抢走大姐，我们就不喜欢他了。”一旁的战远听着姐弟俩的通话，他不得不替自己辩解两句。他说道：“阿俊，我不会和你抢大姐的，你们的大姐还是你们的，永远都是你们的。就算你们大姐嫁给我做老婆了，她也还是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保持着现状不变的。我依旧在你们家当厨师，给你们准备每天的3餐，唯一改变的就是称呼问题了。等我和你大姐结了婚，你就要叫我大姐夫，继续叫我哥哥也可以，就不要连名带姓一起叫了。”欧阳俊听到了战远的话，知道战远不会抢走大姐后，很开心地笑道：“战远哥哥，只要你不抢我们的大姐，我们就会继续喜欢你的。战远哥哥，你到时候要跟着大姐回来哦，我和老二都会想你的。现在我们还要上学，不能跟着大姐去你家里玩。等放暑假了，你一定要带着我们去你家里玩，我想在你家里的游乐园里玩。”战远哥哥跟他们说过，家里也有游乐园的，比他们欧阳家的游乐园还要大很多，更多娱乐的设施。战家人丁兴旺吗？战印这一代就有9个人，老太太眼见孙子一个接着一个出生，大手一挥，就在山庄里打造了一个很大的游乐园。洋洋很喜欢去战家老宅，就是冲着游乐场去的。不过九叔不在家的话，玩得不够开心，没有人陪他玩吗？山庄脚下的那些孩子们也会和洋洋玩，但他们家的大人都会提醒自己的孩子，说洋洋是主人家的宝贝，要礼让着洋洋。洋洋跟他们玩起来，就没有跟九叔那样玩得尽兴。战远笑道：“好，等放暑假了，你大姐有空的话，就带上你们过来玩上一段时间。”一言为定，战远哥哥不能反悔哦。一言为定。欧阳俊乐呵呵地扭头对弟弟说道：“战远哥哥答应咱们了，暑假就带咱们过去玩。”欧阳健也很开心，问到了想问的，欧阳俊跟大姐说了句再见，就挂了电话。欧阳雅好笑的道：“我还以为有多想我呢，原来是惦记着去你家里玩。我2个弟弟很喜欢你。”战远说道：“我也很喜欢他们俩，撇开他们是我未来小舅子这层身份，他们都是很讨人喜欢的孩子，很懂事，却也不失孩童的天真。”他再次握住欧阳雅的手：“大小姐，暑假的时候咱们再回来一趟吧。回到管城，你就不要再叫我大小姐了，叫我的名字吧，或者像我家里人那样叫我小雅。”战远笑：“习惯了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小姐。”欧阳雅轻捏一下他的俊脸，然后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与他相依相偎。机场到悠悠山庄，
差不多要2个小时的车程。战远让心爱的人先睡会儿，到家了再叫醒他。欧阳雅说道，在飞机上睡了3个小时，现在睡不着了，再睡下去晚上就要失眠了。000，手机又响了，这一次不是欧阳雅的手机，而是战远的，是唐君叶打来的。战远松开了欧阳雅，接听母亲的来电。战远，你们下飞机了吧？妈，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杨叔接到我们了，晚上7点半左右能到家。妈，你们先吃饭吧，不用等我们俩的，我们在飞机上吃了点东西，还不饿。家里人平时都是傍晚6点开始用晚餐，用餐的习惯鲜少会被改变的，让一大家子等着他，战远过意不去。唐君叶说道，没事，我们也不饿，喝了下午茶，一点都不饿，等着你们俩回来再吃饭吧。你要照顾好欧阳小姐哦。唐君叶对欧阳雅十分的满意，换做以前的话，他肯定会说小儿媳妇比海童这个长媳妇更好。如今他和海童相处了几年，处出了感情，与欧阳雅还没有处出感情，他在满意欧阳雅，都不会踩低海童，内心的感情天秤甚至还是偏向海童的。妈，我会的。快到了，再给妈打电话。唐君叶说道。战远又嗯了一声，他想说什么的，母亲已经挂了电话，不过是打电话问一声他下飞机了没有，就没有其他的想说了。战远能想到等会儿到家后的情景，欧阳雅绝对是全家人欢迎的对象，会成为团宠，而他这个带回欧阳雅的儿子会被父母挤到一边去，冷落到底。晚上7点半左右，载着战远和欧阳雅的车子驶进了悠悠山庄，车子一直驶到了中心主屋的门口停下来。回到山脚下时，战远就让杨叔按下了车窗，方便欧阳雅看风景。从山庄门口到中心主屋大门口，这一路而入看到的夜景，让欧阳雅这个见过大世面的当家人都忍不住低叹一声，说道：若彤说你们战家很漂亮，四季如画，果真不假，就是夜景都很美。战远浅笑，明天用过早餐，我先带你在山庄里散散步，今晚估计没空，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他和欧阳雅回来。欧阳雅是第一次过来，属于见家长，等会儿会被长辈们围住，估计是没有时间出去散步的了。反正有几天的时间，他可以慢慢陪田他逛完整个山庄。好，2个人下了车，战远便拉着他的手，带着他往屋里走去。欧阳雅看到屋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大妈，那大妈满脸笑容，看到他们后，先是恭敬地叫了战远一声六少爷，又向欧阳雅打招呼，然后在欧阳雅的注视后，笑眯眯地扭身，小跑进屋里告诉大家，六少爷带着欧阳小姐回来了。欧阳雅莫名的有点紧张，不过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她是战奶奶亲自挑选的，是他们战家的长辈先看中她的，又不是她主动来贴上战远的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想必战家人都会喜欢她，不会挑她的刺儿。欧阳雅也觉得自己足够优秀，战家挑不出她的刺儿。瞬间恢复了自信心的欧阳雅，任由战远握着她的手。等杨叔和保镖搬下了2只大行李箱后，她脚下才有动作。屋里面的人听到了战远回来的消息，老太太笑着起身，在大家的簇拥下看着屋门口的方向。在战远和欧阳雅出现在他老人家的视线内后，他老人家笑咧了嘴，开心得很。这个孙子的人生大事算是解决的了。老太太能不开心吗？他养大的孙子们一个个在他的帮助下寻得美佳人，培养出深厚的感情，结为夫妻。以后等待他们的便是幸福的生活。身为奶奶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9个孙子都能幸幸福福的，她的责任就了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战奶奶。欧阳雅脸上也挂起了微笑，她向来都是冷若冰霜的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冰美人，但她笑起来的时候，扫走了那股冷冰冰，更添美感。
战远最爱看他甜笑的样子，能将他迷得神魂颠倒。小雅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又坐了近2个小时的车，辛苦你了，累了吧？来来，快坐下。老太太等2人进前了，亲切地拉过欧阳雅，很自然地拉着欧阳雅走回到沙发前坐下，然后将满屋子的人介绍给欧阳雅认识。欧阳雅一一与大家打过招呼，扫过战家的每一位少爷时，他在心里认可了好友傅若彤的话。傅若彤说，战家的少爷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帅得人神共愤。果真如此，传言一点都不假。战家的长辈们也保养得很好，像他未来的公婆看上去也就40、50岁的样子，谁能想到他们已经年过60？长辈们风韵犹存，就知道他们年轻时也是俊男美女。一代代好的基因造就了战远这一辈的兄弟，全是帅哥。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挤破头都想嫁入战家。战家是管城的第一豪门，财力雄厚，战家儿郎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有自己的事业。最重要的是家风好，战家的男人一旦结了婚，就不会出轨，一辈子忠于爱情及婚姻。这么帅的老公，一辈子都是属于自己的。谁不想有这样的老公，这样的婆家？要不是自己遇上了。欧阳雅以为像战家少爷这样的男人只会在小说里出现，现实里是不会有的。能嫁入战家的女人，真的随便拉出去一个，都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欧阳雅想到自己刚刚知道自己是战奶奶替战远相中的媳妇儿，她没有一点抗拒，很坦然就接受了，甚至还庆幸战远要攻陷的对象就是她。老太太对欧阳雅嘘寒问暖的，知道2个人会在管城待上几天，老太太更开心了。欧阳雅带过来的礼物塞满了2个行李箱，她亲自打开行李箱，将每份礼物送到大家的手里。海童一家3口的礼物，她说明天去医院探望，海童时再送上。她甚至连海玲一家3口的礼物都准备了，很细心也很周到。哦，是战远细心周到，买礼物的钱是他出的，但列出清单的人是战远。饿了吧，小雅，我们去吃饭。老太太眼里只有欧阳雅了，给她追回这么优秀孙媳妇的孙子已经被她老人家抛到太平洋去，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被一家人冷落并被排挤到角落里的战远，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。老太太拉着欧阳雅进了餐厅，大家也跟着一起进去。欧阳雅歉意的道：“战奶奶，是我不好，让你们饿着肚子等我过来，我应该和战远早点出门的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没事，我们平时也是这个点用餐，刚刚好而已。你工作那么忙，能够跟着战远回来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”唐君夜也笑着附和婆婆的话。战远本想跟上前去，却被他的兄弟们挤到了最后面。老八还说他：“六哥，你挤什么挤啊？”战远一脸黑线：“你们一个个把我排挤出来的好不好？”八少校：“我们就是想看看六嫂。六嫂第一次来，我们都没有见过她吗？要不是有我这个六哥，你哪来的六嫂？”八少嘿嘿的笑：“是，谢谢六哥给我们找了个六嫂。六哥现在任务完满了，没六哥什么事了吧？”战远：“怎么没有我什么事了？我和你六嫂还没有结婚呢。”这个老八说话就是欠揍的，没有他这个六哥，哪来的六嫂？没有他这个六哥娶妻，以为欧阳雅自己会上门？什么叫做没有他什么事了？结婚不用他当新郎。八少又笑：“对不起，嘴快，说错话了。”然后他硬是将战远排挤到他身后，他先进了餐厅，在他平时坐的位置坐下来。战远最后一个进入餐厅的，他本想坐到他心爱的大小姐身边的，一看欧阳雅的左边坐着他妈，右边是他奶奶，这2尊大佛他都惹不起，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回他以往坐的位置。吃饭的时候，奶奶时不时就转动着餐桌给欧阳雅夹菜。战远的厨艺水平，奶奶心里有数，他的启蒙厨艺老师还是我呢。
有几道菜是奶奶亲自下厨准备的，小雅，你尝尝看。欧阳雅嘴巴挑，大家早就知道了。今晚的晚餐，老太太要求大厨使出浑身解数，做的饭菜务必要让欧阳雅能够吃下去。但老太太还是不放心，又亲自下厨准备了几道菜。要不是她老人家年纪大了，精力有限，她都想亲自烧一桌子的菜呢。欧阳雅笑得有点尴尬，她嘴巴挑也有挑的资本。在他们那边谁都知道她的嘴巴不好伺候，但是第一次来战家见家长，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嘴挑不是好事儿。战奶奶，你是战远的启蒙厨艺老师，做的菜肯定好吃，我尝尝。欧阳雅夹起老太太夹给她的菜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她想着怎么也要给战奶奶面子，再不好吃也要吃下去的，心里揣着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。欧阳雅尝试了老太太夹给她的那些菜，出其意料，她觉得味道很熟悉，像是战远做的菜，很好吃，她能吃下去。不愧是战远的启蒙厨艺老师呀。是了，战远说过，他小时候爱上做菜后，就是跟家里的大厨学做菜。战家的厨师都是战远的启蒙老师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小雅，你也不用勉强自己的，好吃就吃，不好吃就说，我让战远现在就去给你做2道菜都可以的。战远对自家的厨师以及奶奶倒是信心十足，他给自己夹了1筷子的菜，说道，大小姐不会勉强自己的，她肯定觉得好吃，咱们家的厨师没有换过。也就是说，战家的大厨还是以前教战远做菜的那几个，大家都吃习惯了那几个大厨做的饭菜，换厨师的话又需要时间去适应，况且在战家工作了10几20年，大家都处出了感情，只要厨师们还干得动，战家都不会让他们退休的。干不动了就让他们退休，每个月给他们发退休金，毕竟他们最好的厨艺都用来满足战家众人的口腹了，总要给他们安排好退休的生活。欧阳雅答道，战奶奶，这些菜很好吃，不愧是战远的厨艺老师，名师出高徒呀。他是没想到战奶奶也会做菜，不过战奶奶这个年纪的人经历的太多，听说从富家千金到家道中落，后面家族再次发家，经历过起起落落，太多的事。战奶奶会做菜也就很正常了。欧阳雅是真的吃得香，老太太等人放心了。虽说战远烧的一手好菜，但战远不会天天都在家里，有时候也要外出办事的，就怕欧阳雅吃不下家里厨师做的饭菜。欧阳雅能吃得下，大家就放心了。老太太也是对自己家里的厨师有足够的信心。战远是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好学生，当然了，战远也不止这几位老师，战氏集团旗下酒店的那些厨师，总有几道拿手好菜的，战远就会向他们请教，他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厨艺，那是集各家所长。晚饭后，老太太又拉着欧阳雅在沙发上坐下聊天，可以说一整晚，欧阳雅几乎都被老太太霸占着。战远眼看自己没有机会坐到欧阳雅的身边，干脆上楼去给欧阳雅收拾客房。其实他亲妈早就让人收拾好客房了，战远不放心，又仔细检查一遍，重新收拾一遍，务必要让他家大小姐住得舒服，没有拘束感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等到晚上10点，战远才能接近他的未婚妻，还是他奶奶困了，要休息了。家里的长辈以及平辈的兄弟们都陆续的离开，战远在欧阳雅的身边坐下，先拉起她的一只手，紧紧的握着，吃味的道，大小姐，我就知道你来了之后，我会被排挤到角落里的。从你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我都不能挨着你，你都成了奶奶的亲孙女了，被奶奶霸占了1个晚上。欧阳雅笑道，你奶奶身上有点我奶奶的影子，我跟我爷爷奶奶的感情也是很好的，忍不住就聊起来，聊得忘我，忽略了你。你叫我名字吧，在你家里，你还叫我大小姐，我怕你家里人不开心。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
不是我的厨师了。战远凑过去，试探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，见他没有拒绝的意思，他才大胆地往他的红唇亲去。一吻之后，战远搂紧他，他的心跳很快。欧阳雅在他怀里待了1分钟，就轻推开他，坐正了身子。阿雅，我爱你。战远低沉而深情的道。欧阳雅俏脸微红，他迎着他深情的注视，说道：“我也爱你。”抬手，他摸上他的脸，笑道：“好了，别吃味了，他们都是你的父母兄弟，是你的家人，他们喜欢我，我与他们相处融洽，你该高兴才对。”战远还是酸溜溜的一整晚，你都没有看我2眼，我留意到的，你一共也就看了我2眼，有2眼不就行了，哈哈。欧阳雅再也忍不住笑出声，这个男人吃味的样子真好笑，他还吃他家里人的飞醋。战远宠溺地看着他肆意的笑，他背着很沉重的包袱，平时都是不苟言笑，显得很冷漠的样子，鲜少会笑，更不要说放肆的笑了。他就希望他能开怀大笑，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战远深情的道：“阿雅，你好美，笑起来倾城倾国，能将我迷得神魂颠倒，分不清今夕是何夕了，眼里心里都只有你。”欧阳雅笑着又轻捏一下他的俊脸，此刻的你，就像往嘴上抹了蜂蜜似的，说出来的话甜死人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战远急急的辩解，不是刻意的，是真心话。